新玩具叉社出的这一款感知器，我恐怕这个是遍体鳞伤的致命啊！盒子的包装并不大，也是保持了叉社一贯的风格。同时，这一回的峰会有点意思，可以看出来它这里拿了一根铅笔。当然，这一回叉社做这个感知器的主题呢，就是巨人国那个系列里边的。首先，我们看纸品方面，一个新品预告的册子，这个在之前也有看到。指示变形还算比较详细啊，能看懂的那种。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然后的配件量就很多了。看武器组、特效件，它这回有带漫画造型的替换头雕，漫画里边的感知器人气还是特别高的啊。替换的表情包，这一回感知器带了5张脸，不同的表情，喜怒哀乐啥的都有。做实验用的烧杯试管3件套。上面每一个都有卡扣啊，也是可以捏在手里的。就是为了结合巨人国这一集的梗吧，它里边有带缩小版的大黄蜂、大汉，还有感知器的双形态的这种可动小人。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吧，挺精致的。这个超小的，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大黄蜂身上的可动关节还是挺多的，这地方都能动。球冠有点像戴亚克隆的小人。而且竟然脚部还做了接地，当然是个球冠啊，但是这个眼睛涂的点了2个小豆点儿，这表情包了，这傻乎乎的。大汉的体型也是做的比较匀称的，其实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大汉还咧着嘴在那儿笑，但是这2个眼睛点的离了歪斜的，一个高一个低。虽然它有做出涂装的这个效果，这个概念是不错的，但是因为太小了，它就点歪了。这个就感觉这个大汉智商不太老高的样子啊。然后感知器自己的缩小版，也是这种就不太聪明的点睛效果，但是确实太小了，特别的精致。就是你把它放在手心里边看，你都觉得就盈盈一握，很容易把它捏碎的。你别点这个眼睛好不好？其实脸上只要把眼睛这2个瞳孔刻画出来就行了，不上漆反而好看。显微镜的形态也是很还原记忆动画的一个造型，很可爱啊，包括涂装什么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于它的武器架了，你可以把它弄在墙上边，挂在墙上做一个互动的场景，各式各样的枪。首先一把手枪，一把大枪，然后还会有一把弹射的枪，这里有激发开关，有弹射的子弹，然后还有武器的特效件。我个人感觉啊，如果说是 G1 的这个造型呢，应该是拿着这些试管的几件套吧，就是嘛做实验的这种感觉是很对味儿的。如果说你为了换上漫画造型再去拿枪，那个才是战斗人员嘛。叉社这回明显是在 G1 的还原度基础之上做了一些美型的修正吧，就感觉向着漫画的那个方式去靠近了一些。但是叉社这一回的这个造型，我觉得有一点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感觉胸好像是宽了许多啊，这块上半身显得特别的壮，它不是胳膊粗了，是这个位置太宽了，我感觉上肢粗壮，就是那种丰腰炸背倒三角那种外国肌肉猛男的那种样式了。所以呢，这个体型来说，我觉得见仁见智吧。倒是360度转圈看下来，并没有什么偷焦空洞的地方，填的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这一回的感知器，你别看叉社出的，变形其实并不难。然后我们把致命伤的男主角拿出来对比一下他的身高啊，感知器基本上头顶是到了擎天柱的肩膀的位置吧，跟擎天柱来说差了整整1个头的身高。但是我觉得啊 G1 里边的感知器的身高应该是挺高的，有过一些的对比图吧，感知器变成人形确实挺大的啊。其实吧，我还挺喜欢漫画里边感知器这种狙击手的一个设定概念的，因为毕竟筒子这个显微镜的筒子可以就感觉出来感知器这个人的视力应该会很好吧，甚至可以辅助的瞄准。同时叉社这回的这颗漫画头雕替换上去以后挺有味道的啊，这个头雕是要比G1的头雕窄一点的，显得人更纤瘦一点，身体感觉突然之间修长了起来。
这个效果我觉得比那个 G1的更好看。他们家的概念是致力于还原 G1的，但是能把这一回的漫画头雕也带上，这个效果绝对会加倍的让人提升的一种感觉啊！这个效果很不错，就有一种啥呢 ？FT 狂飙的感觉。来让双厨狂喜，身上的可动部分啊，基本上该有的也都有，而且使用了很多齿轮关节，声音听起来也是很清脆的。平举胳膊什么的没问题，把臂的旋转，胳膊肘这里是双肘段关节，然后呢，手指这里虽然是个棉手套手，大拇指的可动关节还是比较多的。腰部左右有旋转，但是弯腰，哎，有一点点吧，幅度不是太大，也够了。所以说很绝，跟这种44的这个裙甲的一种活动的感觉很接近，很相似。把一半的这个裙甲折了进去，所以前踢是没啥问题的。腿部的这个卡扣很容易松开，侧踢、平踢没问题，后踢因为也有裙甲的存在啊，能踢到45度左右吧。大腿根部有旋转，膝盖齿轮关节双段的还是，听听，我恐怕这个伤就是致命的。脚部左右接地，幅度也很大，同时为了服务于接地啊，这边的这个甲是可以撩起来一点点的。这一回的感知器在全身的用料来说，它是很重的，身上用了很多的合金件，而且也用了很多的齿轮关节来支撑这个感知器身上的重量。但是呢，在卡扣上边，我觉得这回做的不算太紧。有一些地方的卡扣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合金重的关系，导致了这些卡扣容易松开。比如说大腿这个地方啊，它这里是一个变形需要的部分，这一节的缝隙很容易拉开。变形的第一步，我们先把拳头隐藏起来。这一回它收纳手做了一个这样的结构，把这块盖板打开，这里是一个 L 字形的双板，这一块往前折，然后把这两个板子结合，拳头跟这么放进去。再用这块板子堵上前方的空洞，接着我们把这一节滑道缩进去。先要把这一块的板件打开，拉出这个窟窿来。接着啊，这里这一节关节肩泡的部位往前折动，这下方的这个盖子掀起来，也把它立正。肚子下方这里的卡扣拆开，把肚子的这个副甲拆松掉，往下拉，然后这个地方的一个双折叠关节，把副甲贴到胸甲上，放下来。前方这里的盖子打开，旋转一下脑袋啊，把这块打开。其实里边还有一个小板件，一会儿我们也要抠一下的，给它顶一下吧。好。把这块小板件也放开，这个时候脑袋拧个180度转到后边去吧。它脑袋收纳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肚子里边有一个深灰色的零件，我们需要调整几次的方向。首先把这一块往里边尽量的折，就腾开这块蓝色连接杆下方这里的空间，把这个地方填松。接着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这里边有一个轴，把它往里折一下，窝进去，腾开更大面积的空间之后，把这个后边连接的地方整个的拉直，这回才能解开这个后盖，完全打开了。这一块就耷拉在后边，我们先不要管它，然后脑袋再来回的翻转吧，把这个黑色的盖子盖在后脑勺上。接着再旋转过来，这回就要顶里边的这个板子了。里边的这个板子顶到什么位置了？这里看有一个轴，然后这里有一个凹，把这个板子的轴顶在凹上，这样去结合。小板子扣好，然后左右这里肩膀这个扣子打开，
这里有一个连接的插口，打开，把肩膀整个的脱下来。脱下来主要还是看一下这个地方里边有没有填平整啊，造型搞一搞，填好它。然后这个地方就出现一个纠结的点，这个漫画造型的头呢，我不确定，因为我没有带着漫画造型的头直接变形过，我不确定最后在这里边会不会卡到，我们试一试吧。如果不行的话，还得换回 G1 的头。另外的一边也是打开卡扣，把这一块整个的脱下来。这个时候肚子下方这里有一个滑道，我们要往长拉，拉到头。拉到头以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块面板往下拉的时候，它这里不会阻挡到的时候才可以吧。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往长拉，拉长以后腰甲这里顶一下，顺着这个地方的关节把这一块肋下的部分拆除出来。另外的一边也是，手伸进去，从里边顶一下，把它顶折，然后把这一块拉出来。记得把这一块板子折到里边去，它就不挡了。然后把这里先定进去，左边一条手是没问题的。啊，明显的看到脸部这里卡住了，脸的这个造型件在这里会挡着啊。那没办法了，我们只能把这个脸拆下来换 G1 的了。现在从这里看，我们把 G1 的脑袋换过来了。这个时候你再往上折动这个关节，贴合上去，看脑袋就不会被挤到了，它还是保持在正中心的。所以呢，这里就是劝喜欢漫画造型朋友们啊，变成漫画脑袋的形态下是无法变形的，这里要适应一下了。来，另一条胳膊继续把这个芯儿折上来，然后把这里撇一个90度，接着把这些东西全填到肚子里去。好了，现在就等于把两条胳膊收纳好了，把这个框子左右再填进去。肚子下方这里这个滑道，我觉得现在先不要往下滑。这胳膊收纳之前这一块板子填进去。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支架立起来了，然后往上插。刚才我们看到感知器的那个后脑勺顶端这里有一个弹簧的零件，这个时候就是插这个弹簧零件就不阻挡了，让这个杆子完全的顶进去。然后前方这里的一个卡扣结合插上。腰现在是在正面的，我们要转个180度，然后把这一块推过来，一个滑道，完全的推出来以后，推到底啊，接着把这一块侧面的腿甲立起来，大腿立起来，然后跟这个关节拆松，拉出来，向上折叠，再往前折叠，把中间的这个连接杆腾出来。这个时候就要利用到我们翻下来的这两片，插入到大腿里边，把它进行一个固定。然后这一块再往回缩，缩回来以后，这儿又有一个卡扣，跟这个膝盖的关节里边去固定。哎，这么的一个意思。另一边也是从那边来看吧，打开卡扣拉起来，翻下，这个卡扣往下翻，红色的板件跟这里结合插住，腰身可以拉下来了。腰身放短，然后这里的一个卡扣跟这里结合，滑道啊下方这里插入。好，定好位置，接着脚丫子这里一个双关节撸下来就好了。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这个地方支撑的，我们把这个轮子立起来，然后滑道往这边推一下，卡住，卡住这个地方是一个三角区，就刚好掉不下去了。另外的一边也是打起来，滑道往这边推一下，让这个三角的边缘卡住，就把这个显微镜支起来。其实显微镜的形态下，我看说明书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块立的会老高老高的。
蓝色的小扣子是在感知器形态下，在显微镜形态下翻的啊。这个地方是要这样结合插上的，算是一个维度咬合吧。这个地方有点漏了，哎，这个筒子转出来，就变到现在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地方转一下，这个就是纯造型件了。叉社这一次的感知器做的好的地方是哪儿呢？它不同于之前做一些感知器第三方厂，它把中间的这个架子的造型给你还原了出来。当然颜色方面吧，玩具的实物看起来是那种发青蓝的，而设定图的概念里边是发青绿色的。同时这一块的造型，还有前方脚底下方的这个造型，这一块这个零件的造型也给你还原了出来。托盘的部位，当然这里缺一个汽车人的标志啊，刚才那个小方块上面就是贴汽车人标志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从胳膊上翻出来2个红色的旋钮，这些地方也都有做还原。然后显微镜筒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动的，转动这个拨盘可以让这个显微镜上下的动，而且透过镜头来看，这里边是真的可以透光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显微，我是没试出来啊。所以说感知器的显微镜的样式还原度还是挺高的，造型很不错。同时在一些零件的利用方面，我觉得这一回叉社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复杂，只是在一开始变形上半身这一块的时候有一点扳手。同时呢，空间利用率方面，它肚子里边填的是挺满当的。不好的地方在于他在做漫画造型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的用那个脑袋一体变形出来。你想要变成其他的形态，还是需要替换成G1造型的头雕的。这一点我觉得没有考虑的透彻。如果说漫画的那颗头不用换的话，也能一体变形出来，那效果就更好了。好的地方在于质感很好，还原度很高，做工用料也挺不错的。不好的地方在于就是这回的卡扣也是明显感觉啊，身上插起来不是太紧实，有可能是材质太重的原因吧。就是一些卡扣插上去以后会有一些松脱开的现象，不过如果感知形态摆在这里的话，倒是也不会散掉吧，反正是没有其他的紧。接着感知器其实还有第3个形态啊，炮台形态或者说坦克形态吧。这个是在G1老玩具里边当时设定出来的，因为毕竟在感知器应该算是微星小超人微变系列的一个角色吧。那个时代在微变系列里边它就有3变，但是变成战车形态的我们就不需要这2个扣子，卡扣滑进去，这卡扣插的也不是很紧啊，你看很松，这块翻下来，好拉直。上半身我们就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里有2个很重要的卡扣，从后背这里打开，它不是直的，就是一个斜着的角度。接着我们把2条腿抻松，然后这个地方抻松，这卡扣也抻松，要扭回来。接着这个时候脚往回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里就刚刚好卡在这个卡扣上，跟这里一个连接，它是一个斜着的角度啊，让这块头抬起来。然后呢，变到这一步的时候，脚部这些地方还是需要进行一些变形的。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的卡扣打开，把下边蓝色的这一块完全的翻出，这里底部的轮子折出来。我们现在把侧面这里的这一块零件180度翻折下来，翻折下来的时候就会把里边的东西顶出来。这下方这里有一个弹簧的机构，连接着腿中心的这个造型板。而且在翻这个以前呢，要把手指掏进去，这块很不好变形啊，你得有点指甲，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剪指甲的一个原因。它在这个里边的这个板子很不好操作，拿小东西撬上吧，哎，把前边的这一节立正起来，算是一个田造型的件儿。
履带下方这里有一个卡扣，跟之前的那个弹簧小零件进行一个结合，然后这个地方的滚轮吧，这回又要往回折，这回折到上方去，作为一个这样的支撑，就和前方脚后跟这里的一个轮子吧平行的进行一个腿部的支撑，最后再挂到这两个地方的凹槽上。这个地方根部有滑道，从这里调整来跟上面对齐。不过这两个卡扣插上去以后也不是很紧啊。好了，叉式的感知器的第3个形态变形完了，就是这个样子了。起码它把第3个形态给你做了出来，而且在一些造型方面来说也算是比较还原了。但是呢，整体来说让人最觉得不爽的地方就是这一回身上的卡扣啊，这个松紧度啊，你变完了以后，有一些地方的卡扣插上去看似插住了，但又没完全插住，就结合的效果不是很稳定。尤其像这块下方这里只有这一个卡扣，但是插的效果不好。而且呢，因为脑门上面的一个弹簧吧，经常会把这个地方起到一个顶着的力，你又靠这一个卡扣去结合呢，完全跟它那个弹簧的弹性是起到一个对抗性的，但是对抗的不是很好。漫画形态下的一个配件的融入呢，也能让这个感知器的颜值更加上升一个台阶，但终归来说啊，这个的品质我觉得还是有待提高，尤其在做一些卡扣的公差问题上边，可能说它也是为了想把卡扣做的稍微松一点吧，让变形的时候不至于有损啊。卡扣做的那么紧的话难拆开，但是呢也不能太松，你这个松的就最后变完了以后有一点散，这一点是把玩体验很不好的我看好的因为确实啊，在当时公布图的时候，这个人形也好了，伪装形态也好了，其实相对来说在市面上边这个是最还原的。首先它那个感知器镜筒的那个支架部位的还原，这一点我就很满意。而且人形的时候吧，唯一能挑点毛病就是胸宽了，除那个胸宽其他也做的挺好的，甚至它带了我很喜欢的漫画造型的头雕，而且配件方面也很丰富嘛，带了很多这样的小东西啊，你看就有这么多的配件，量还是很足的，而且质感也很好嘛，都是铁的，合金加的也比较多。但最后把玩下来，主要是这个卡扣的松紧度让我不是很满意。卡扣松一点，就是有手艺的朋友们啊，可以自行加固一下。